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长夜一线之隔的黎明，前行吧，未尽之旅等待我们开辟，去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出去玩就同城，玩到哪儿省到哪儿。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挺快的，平时阅卷都没见你跑这么快。哎，何队在哪儿看到的呀？他怎么还能让你下来了？他爬窗户啊！他不好好工作。这真是感受到您回来了。还真是习惯成自然啊！没有王主任带早餐的日子，我一顿早饭没吃过。真是。怎么样啊，王主任，嫂子好点了吗？啊，没事的。啊，那个，你说这回郭检啊，都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你们嫂子没康复之前啊，坚决不让我来上班。这一开始呢，我这心里还特别扭，说毕竟手里还那么多案子。这回头一想呢，也是，你说人家替我付出那么多，我在家照顾人几天，这应该一份的，是吧？是。你们是没结婚啊，不了解咱当检察官家属的辛苦。哎，确实，嫂子派人多好呀。哎，对了，别站，给你俩还准备了礼物呢，来，一人一份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哎呀，王哥，你这是去看病去了，你这又不是去旅游，你还带礼物呢。哎呀，别嫌礼物轻啊，这个当然贵的不敢送，当然也送不起。那我不客气了啊，拆拆看看。真是傻。哎，你手油，你吃完再拆。师傅，这是杨宝交代的，我们连夜锁定并统计到的非法网络贷款的受害人，我已经同步给了安妮姐他们一份。这么多呀？这得多少人啊？可不嘛，太可恨了！受害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低收入人群。这份名单有多重，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有多重啊！我去找趟白局，跟他汇报一下情况。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啊，议题非常的重要。许书记和黄市长上午召集了专门会议，安排部署打击非法网络贷款专题行动。中途，白局长和郭检察长分别跟我交换了意见，通报了各方面情况。就在刚才，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现在感觉事态非常的严峻。我在这里只强调2点：第一，注意舆情，正确引导；第二，相关部门深挖彻查。这群大学生靠家长吃饭，本身就属于无收入群体，可是现在犯罪分子将他们的魔爪伸向了这群人，非常的恶劣，必须严厉的打击。郭检察长，你跟大家说说你们检察系统掌握的具体情况。周书记，关于非法网络贷款的事情，我今天特意带来了承办检察官安妮，我想请她具体汇报一下案情。安妮同志，早有耳闻，海外723大案你是有功的，请坐。周书记，如果您还记得723大案的话，那这一切也就好说了。其实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与723大案中一名牺牲的公安干警有关。张婉如，您还记得她的名字？在境外执行特殊的任务，
没有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丢脸，更没有给人民警察丢脸。他是真正的英雄。不光是我，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要牢牢地记住他。你继续。是。这一切都源自张婉儿的弟弟张小北直播跳河事件。王主任，我今天可是义务陪你进社区宣传反诈。小同志仍需努力啊！以后啊，这每天上午都得天天跟我来啊。人家还有一堆事儿呢。一堆事儿，你这忙点好，忙点证明你还有价值啊。几件事。第一，宣传，网信办要及时收集、整理受害群众的合理诉求。张芳同志，这事由你来落实。好。相关同志啊，工信局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技术支持。好的。同时，小孔同志，新闻媒体要及时跟踪报道，把案件的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的告诉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二，联合办案组要彻底查清这起涉重型非法网络贷款事件的真相，全力以赴，早日端掉这个犯罪团伙，绝不允许犯罪分子运用任何手段非法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研判，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大型网络犯罪团伙。市委决定由市政法委组织协调，公检法协同作战，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第三，这个关键证人张小北，现在看来有可能还活着，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一旦找到了他，所有的难点和疑点就有了突破口。第四，汇泉科技公司下属的网络平台是否有问题？他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汇泉网络平台呢？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肩负着许多的社会责任。现在他们发展的确不容易啊，良好的政企关系不容忽视啊，一定要查清楚。如果是汇泉网络平台有问题，我们依法追究；如果不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个人、某些组织借用汇泉网络平台进行犯罪活动，我们同样绝不姑息，严厉打击。第五，下星期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当前非法网贷、网络诈骗呈现多发高发势态，受害人群不断扩大。反诈宣传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公检法要积极行动起来。谁呀？没完没了了。哎，永刚，我呀。谁呀？我，你小学同学，你忘了？就是坐你后排那个，之前总抄你作业来着。展鹏啊，你别提抄作业了，因为抄作业，咱让老师说了多少次。哎，不是你不是原来坐我旁边吗？怎么跑我后边去了？啊，你看我这记性。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了嘛。这怎么样？现在过得怎么样你？哎，就那样吧。你呢？还在江城吗？哎，有空聚一聚。我在国外呢，在国外呢。不过过2天我就回来了，到时候咱们抽空了一起聚一聚哈。要不咱们先加个微信？行啊，我那个手机号就是这微信号，你加我吧。哎，好嘞，我看啊。好嘞，我加你哈，我加你哈。有钱人怎么这么多呀？我看你们来就来，还买水果，真太不好意思了，真是。来，一点小心，倒点水，喝点水啊！我来，小心烫啊！哎，
喝点水。谢谢，谢谢。我来倒吧，阿姨。没事没事，来，喝点水。哎，阿姨，之前有人来看过您啊？啊，是，有一个叫罗小婷的姑娘，她来看过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她还鼓励我说，她会用她的方式和力量来支持我。啊，阿姨，我看您最近气色不错。哎呦，都得谢谢你们，就是你们关心我。现在呀，让我感觉这个生活呀都有点奔头了。那就好。哎呦，还得谢谢你们，要帮我继续查一查小虎的事情啊。一定。阿姨，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小虎他是。阿姨，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一下，小虎之前有没有给别人借过钱，还是他向别人借过钱？借钱呐？我没有听他说过呀。也没有人来要过呀。那您之前给他的零花钱多吗？不多，我给他的钱呐都是看病的，现在呀看医生买药都不便宜。唉，抑郁症那病啊，费钱着呢。你刚为什么不让我直接问啊？他儿子肯定是拿那些看病的钱用来还充游戏的非法网贷。他已经够苦了，知不知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呀？是者也是，干嘛让活人受折磨呢？哎，小婷儿，最近忙不忙？啊，你有空了出来，咱们到咖啡厅喝喝咖啡，姐请你啊。哎，行啊。罗老师，来，哎呀，罗老师啊，你也别着急啊，自家的事儿，小事。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既然你说了是自家的事，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这儿我表个态。第一，我向你表示歉意，自己人打自己人，哪有这个道理？同时，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第二，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慧泉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至少7天。第三，我用我个人的账号公开力挺慧泉，同时再找几个法学界的大咖和我一起出镜站台。第四，年终考核，今年我的绩效工资就不要发给我了，管着公司的公关宣传，却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哎呀，惭愧呀！子不教，父之过呀。陆老师啊，哎呀，你也别生气啊。这个年轻人嘛，难免会听风就是雨，难免冲动。至于你刚才说的几点意见，我基本上都是赞同的。但是有一点，我坚决反对。我们董事长说了，您可是我们的智囊团，有您在，我就放心了。所以这奖金啊，不光不能扣，而且还要额外发。哎，不，以后啊，我可就指望你了。啊，好。你的咖啡，谢谢。
欢迎光临。哎，安妮姐，哎，快坐快坐。我来晚了啊？没有。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要一杯拿铁。好的，谢谢。安妮姐，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约我喝咖啡啊？哎呀，什么大忙人呀，叫我妹妹出来喝杯咖啡的时间还是有的。我呢，其实想让我直说了啊，我知道你去见了施小虎的母亲，你是不是还在关注着这件事儿？对，我做了一些自主的走访和调查，因为我觉得施小虎的死和张小北跳河指控贿权的事情好像有点什么联系。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咱们先长话短说，一会儿我还得回检察院。行啊姐，你还给我布置任务吗？你说，我执行。哪有什么任务呀，就是想跟你聊聊你正在做的事儿。我的事儿？你在做的自媒体。其实你在每个平台发的文章、视频，姐都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特别的好，观点独到，言辞犀利。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一直在向这个社会大众展现一个正向的价值观，包括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事儿。而且像你昨天发的那个长视频啊，我也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也很真诚。只是你的言语是不是有点激进啊？姐，其实我并不觉得激进，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我只是把这些天我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你来咖啡。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姐，你但说无妨。我爸的这些学生里，就属你和糖糖姐对我最好了。虽然咱们经常不见面，但是我真拿你当我亲姐。我也当你是我的妹妹，所以有些话想来想去，我还是得跟你说。你也知道，你爸爸现在在汇泉工作，那他……安妮姐，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我爸退休以后就进入汇泉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难以理解。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我觉得像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举动就非常的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姐，你放心，你的担忧我全都明白。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只要是我认为对的东西，我就会坚持；错了，我也会坦然道歉的。展鹏啊，我的日子别提了，不好过。说真的，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小时候还抄我作业呢，你现在怎么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我跟你说哈，这个赚钱呢得靠脑子，你知道吗？这个时代哪有什么铁饭碗呢？你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你的人脉和资源。你就拿我来说吧啊，前几年我跟你一样也是上班族，不过我有个亲戚呀，他在国外搞那个信托投资，你知道吗？就是利用内幕操盘来赚钱。哎，后来我把我的积蓄投进去啊，你猜怎么着？1、2年啊，翻了好几倍。我跟你说啊，这个信托投资基金呢，这个公司在国外老有名了，你上网上都可以查着。怎么样，感不感兴趣啊？哥带你赚点钱。我还是算了吧。我呀不适合干这种投机的事儿，总是输。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要合理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咱们这不叫投机，这个叫利用信息差来赚钱，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也就是你是我老同学，这别人我不给他这个便宜捡。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公司呢少了几百万的大单子是不接的，要不你先投个3000、5000的，玩玩嘛，对不对？这个事实强于雄辩，到时候你见到结果了，自然就信了，对不对？行，展鹏，这样就听你的。我先投个6000，赔了赚了无所谓，反正我就这6000了，赔了就认了。
安姐，还问不问呢？都坐一上午了。你这么有耐心，我们就比一比呗。我发现你挺有意思的，你倒先唉声叹气的。李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漏罪、漏罚、漏案啊？如果你现在还坚持你自己是老 A 的话，那就属于是漏罪。哎，璇儿，他现在还有多少年刑期啊？大概还有10多年的吧。有10多年的话，再加上这么一个罪名，这得坐多少年牢啊？李全，你身体怎么样？啥意思？他得坐多少年牢，得取决于他能活多久。他毕竟谋杀的是警察，这得从重处理。至少无期徒刑吧。哼，安姐，别吓唬我，我李全不是吓大的，想诱供啊。诱供不合法，我们不会知法犯法。哼，李全，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我们见过那么多罪犯，哪个不是想着法儿的给自己减刑？你倒好，自己个儿愿意把牢底坐穿，你还想加刑？实话实说吧，你我都知道谁才是老 A。我知道你们组织严密，你在来之前就已经给了你扛事的供词。你下面那些小弟可没你这么专业啊，每个人眼神都十分飘忽，根本就对老 A 这个人完全陌生。他们说出来的供词就跟背课文一样，就连停顿喘息都不搭改的，一模一样。哼，我知道，国内办案最注重的就是口供。我反正说过很多次了，我就是老 A， 张婉如的事儿，我不太清楚。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李全。都说久病成医，你这是酒醉懂法了啊。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该你去扛的责任，你必须得扛。你能扛的，你也可以选择去扛；而你不用扛或者你扛不起的，你没有必要硬扛。我没什么可说的。那既然你承认你是老 A， 你认不认识张婉如？知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知道啊，我认识她。你知道张婉如的真实身份，那她怎么还是被害了？璇儿，这点重点记录，到时候在法庭上一定要重点阐明。主观动机十分恶劣。好嘞。想清楚了啊，来回翻供不能从轻。老 A， 你是何时何地知道张婉如真实身份的？你怎么知道张婉如出事那天她要去干什么？你又是如何远程操控现场的？用的哪部手机？哪张 SIM 卡？跟现场的谁联系过？你用了多少钱买凶杀人？怎么交易的？什么币种？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没有什么。哦，你现在又记不清了是吧？那行，我来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保罗他将他受雇杀人的细节全都给招了，当然，他有他的罪，你承认你是老 A， 你也有你的罪。你现在记不起来没关系，我可以陪你，直到你能够想清楚。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证据链也不缺你这一环。至于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随便你。带下去吧。李全，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在香港？姐，你这招太绝了，连环发问细节问题，再打心理战，最后让他自己掂量掂量。你知道我看他最后脸都白了。咱接下来怎么弄啊？再晾他几天？犯罪细节呢，往往就是这些零口供犯罪分子的疏漏，而这也是我们办案的突破口。得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和决定我们的审讯计划和策略。
确实得量他几天，哪能一切都按照他想的节奏走啊？哎，安妮啊！哎，王主任，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啊。那个今天晚上呢，你我还有郭简，咱们仨得共同加个班。什么案子呀？是郭简带队，咱们仨呢得针对于汇泉的这款游戏啊，做一个检查建议书，支持相关主体啊提出民事公益诉讼。哦，这么突然的吗？我这忙的忘了跟你说了，你看，这汇泉要么得罪人了，要么是真的有问题，全网声讨呢。哎，就是因为这个啊，郭简呢也是看到了这个，他关注了，而且也听说有上级领导打电话关心了。他通过仔细的这个研判分析啊，他发现这一次的网友，而且主要是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汇泉的这款游戏发出了统一的质疑声音。所以咱们检察院呢也得肩负起职责跟使命，发挥作用。而且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做了新的修订，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而且修订后还新增了网络保护专章。这第74条就明确规范了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尤其是像汇泉集团的这一类的企业，做出了这个企业责任的要求，也对未来的网络产品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说这个汇泉集团这一类的企业，毕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有的时候这政策跟法律难免会晚于现实的发展。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不直接的发起诉讼，而是通过公开的平台发布公告。这样一来呢，既能起到了警示跟引导的作用，还能给这些相关的企业一定的缓冲余地。最主要的啊，是通过这个，咱们能发现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有多少人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这公告还有好几个门槛呢，是不是适合主体？是不是在公告期满前确有符合条件的主体报名？是否有证据啊？等等好几条呢。对，那我们现在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啊，就这样，我已经起草了份文件。根据这个民诉法第58条第2款，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仔细核对过了。然后你再核一遍啊，如果没什么需要增补的，咱们就直接报郭检审批。行，我知道了，王主任。就这。好。李总，这是您要的文件。哎，好。包老师。一堂。包老师，您终于来了。法务部是什么意见？哦，您看。好。你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你身上什么是最厉害的素质吗？还真挺想听听的。杀伐决断这4个字，啊，这当然是每一个想做大事的人身上必备的素质。但现在老师想送你4个字：以退为进。我已经和几个著名的法学专家沟通过了，他们愿意帮我们，作为咱们的外援。不是老师说你啊，你这个说明书里边啊，有太多的问题，治标不治本。你看，汇泉的成长，每一步都是在政府的监督下完成的，没有可能，也绝不会允许行差踏错。按照法律的思维呢，这么说是没错的，啊，出了问题，首先要排除自身的责任。但是，你想过没有？法理、情理、事理，只有情理才能够堵住网民的悠悠之口。还有这句：积极应对，立刻自查自纠。
意思是这个意思。哎，可是看着怎么感觉都不对。其实啊，你这个里边没有具体的整改的方向、细节和内容，让人觉得就是应付了事。哦。还有这儿啊，这句啊尤其严重。配合检察院的工作，相信法律和事实。这话看起来就好像在和检察院生气、叫板。哦，检察院是谁啊？法律的监督机关，他们可能会随随便便的发布检察建议书吗？他们一定是有了足够的理由和依据。所以我们表明诚恳的态度，积极认错就好了。否则的话，按照现在已有的判定，咱们是很可能败诉。到时候不但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公司也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那样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给公司的信誉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我建议待会儿等技术部门的人都来了，咱们好好研究研究，逐字逐句的进行修改，争取在……哎，现在几点了？哦，12点了，属于第2天了。啊，还来得及。给咱们的建议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咱们能够在明天早晨9点之前发布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说实在的，这么大的工作量，换做其他的企业自查自纠就得1个月。罗老师，幸亏有您。哎，对了，你是不是和赵总闹矛盾了？如果平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会亲自到现场。可他今天呢，打电话让我来，还说见到了别跟你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了？没事儿，就是有一点误会，过段时间就好了。哦，唉，一堂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无论爱情还是友情，要学会平衡，明白。我再看看这个。好。哎，小婷，你这个录音笔不能用啊，待会儿怎么采访啊？这里没电了吗？电还是有，问题是内存满了。要不你拿去删一段？这是我爸的录音笔，算了，反正他有事没事爱开着录音，好多空白录音，我看看有没有没用的吧。行。现在我不知道我儿子是生是死，您就急着要让我用儿子的命来换钱呢？我们汇泉集团给你的是人道主义援助，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只是我们董事长尹总的一片好意。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你们这个合同上签字呢？我是不懂法律，可我的眼不瞎，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不安好心。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这100万现金很快就打入你的账户。滚出去！小婷干啥呢？录音删了吗？小婷，没事。汇泉于本日9时整正式就昨夜我市检察院针对汇泉科技发布的检察建议书作出回应。本台记者了解到，汇泉连夜自检自查，已经快速成立了模式优化小组。该小组将由国内顶尖技术、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重点关注专属模式、
弹窗、外裂、对不起，时长、停一下。不良发言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汇泉表示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谢谢。将游戏产品整改工作落实到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整改工作放到首要位置。最后，汇泉作出承诺，以后的游戏开发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监督，力求为公众和广大玩家做出更好的产品。董事长，我都看到了，不用解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既然已经是公开表态了，那么还不如再加一把火。罗老师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了，我同意他的说法。你看看绿波的肖木恩，张小北出事，人家在发布会上的讲话，那是既诚恳又得体。博得了多少媒体的好感，舆论是直接扭转。而你呢，就这么一两个跳梁小丑，竟然还能掀起大闹，接二连三地影响我在境外的融资。赵继凯，如果你要是没这个能力，我劝你尽快地交上你的辞职报告。杨宝，哎，你家住这儿？啊，就住这儿，就住这儿。啊，感谢领导还专门把我从那个拘留所送过来。你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度日如年，我以为我要待到过年呢。行了，是我们领导核对让我接你出来的。哦，幸会，幸会。哦不，惭愧惭愧。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可别抱有侥幸心理啊！现在公安和电信重点打击两卡犯罪，你可别再被抓了，记住没？啊，记住了，记住了。我不会了。哦，对了，你要不要生活费？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过来？不用，那个我一会儿约了几个朋友。行，那你去吧。谢谢奎哥。啊，不，谢谢领导。哎，路上慢点。哥，这个吃。吃。瓜哥，你也看到了，今天就哥几个一起来接你，你那帮同学啊，没一个讲义气。来，多吃点。你在里边也没什么油水，多吃点肉，去会去啊。老哥，你别光吃东西不说话呀！学校你也回不去了，以后你打算干什么？没什么打算，找个班上。报告，这可不像你啊！怎么着，聚了一趟局子，就蔫巴了。用行话说，你就算毕业了，这也算是出徒了。你以后得跟着咱哥几个一起挣钱啊！还想着赚钱？想死啊！活腻了，啊！知不知道我怎么进去的？听没听说过断卡行动？哎，华哥，虽然断卡行动确实是断了我们这帮人的生路，但是呢，凡事有利也有弊，对吧？你知不知道，就在你进去的这几天，那收卡的把卡提了多少钱吗？1500啊，整整1500啊！哎，宝哥，你们大学生毕了业出来最多4、5千一个月，你每个月收那么几张卡，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哎，被抓进去算什么呀？过2天不就给你放出来了吗？来，大伙儿敬宝哥一杯。来，敬宝哥一杯。宝哥，宝哥，来，宝哥，宝哥，哎，
不好意思啊，我们办不了。为什么办不了？系统显示的就是办不了。你以为就你们这一家营业厅是吗？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汗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汗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